一架服役超过30年的老飞机，为什么突然成了全球军事热点？当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第6代战机的融合机翼、无人机蜂群以及第5代战机的隐身能力时，空中优势的未来似乎已经写定，在超视距范围，谁先发现，谁先发射，谁先击中，谁就赢。面对这种体系化、代际性的巨大鸿沟，按理说，像法国幻影2000这种上世纪的老兵，早该进博物馆里了，或者至少成为2线国家的看家护院角色。但现实却玩了一个反转，这个昔日的法国贵族，最近不仅频频出现在国际军援名单上，还成为了某些国家续命空中战力的定心丸。法国人自己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决定花大价钱让他的某些型号继续飞到2035年。这到底是一场老兵不死、宝刀未老的逆袭剧本，还是一次透支价值、饮鸩止渴的战略豪赌？如果说 F-16是战斗机中的万金油，皮实耐操，那幻影2000就是法兰西战机中的高傲骑士。然而，这位高傲的骑士现在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他的时代正在急速落幕。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在今天的空中战场上，幻影2000还算个什么角色？答案可能让人心惊。当对手普遍装备 4.5 代甚至5代隐身战机时，幻影2000这种基础型4代机几乎是被判了死刑。举个例子，它的继任者阵风战机已经是法国的骄傲，性能远超幻影。但在今年一场真实的空战中，巴方通报称，巴基斯坦空军在反击中一口气击落了6架印度战机，包括3架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斗机、1架米高29和1架苏30，外加1架苍鹭无人机。不否认巴基斯坦有夸大的成分，但仍可以看出来 4.5 代机之间的竞争已经如此惨烈，何况是更老一代的幻影2000。新一代战机的优势就像开了上帝视角，让老飞机无所遁形。首先是雷达，幻影2005型虽然配备了 RDY 多普勒雷达，理论上对空最大搜索距离能达到150公里，能同时跟踪8个目标，并引导4枚米卡导弹攻击其中4个目标。在当年这绝对是先进水平。但今天雷达的主流已经是有源相控制雷达，探测范围轻松超过300公里。老幻影的机械扫描雷达在电磁对抗中就像是在黑夜里拿着手电筒，而对手已经打开了高清夜视仪。其次是隐身，新一代隐身战机其隐身涂层能将雷达探测距离显著缩减，这意味着当幻影2000好不容易在150公里发现目标时，人家已经在200公里外发射了远程导弹。空战还没开始，胜负就已经注定。印度的一位曾驾驶幻影2000参加过卡基尔冲突的王牌飞行员就警告说，随着5代机不断量产服役，6代机进展迅速，印度空军未来10年将陷入战略模糊期，甚至沦为 B 队。他甚至悲观地认为，传统的地理优势正在消失。那为什么叫他法国贵族？原因很简单，他实在太烧钱了。在90年代，一架幻影2000的采购价高达约6000万美元，而同期的 F-16只需约2800万美元，价格贵了1倍多。更要命的是，它不仅买的贵，养起来更贵。根据过往的数据，幻影战机每小时的训练成本高达约2.7万美元，这个运营费用远远高于 F-16和金国号战机，高成本带来的却是居高不下的坠毁率。以台湾为例，在台湾空军服役的幻影2000机队30年来采购了60架，但已经坠毁了8、9架，折损率高达 10%到 16%。 要知道，这种级别的损失比例对任何一个空军来说都是沉重的心头肉。老骥伏枥的困境归根结底在心脏。幻影2000使用的是 M53P2 涡轮风扇发动机，虽然这款发动机结构简单，可靠性高，但法国原厂史奈马克公司为了全力生产阵风战机，已经在2005年停产了 M53P2 发动机。制造商一旦消失，维护就只能靠翻修。这就像一辆上了年纪的豪华跑车，连原厂配件都要没了，你还指望它修的有多好吗？只能用替代品勉强维持。面对机体老化、盐分腐蚀导致电子元件故障频发、妥善率一路下滑的窘境，很多使用国不得不绞尽脑汁为它续命。这种老旧战机的维持，与其说是作战能力，不如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后勤战役。尽管幻影2000在维护上让人头疼，但不能否认它在设计之初就带着法国人独有的高卢雄鸡式的骄傲。在气动布局上，幻影2000采用的无尾三角翼设计，让它在高速飞行领域有着先天的优势。它的最大平飞速度能达到 2.2 马赫，实用升限超过17000米。
在高空和超音速状态下的表现比 F-16这种常规布局的战机要好得多。这得益于其三角翼的较大后掠角和没有水平尾翼带来的更低阻力。在当年，它被定位为高空拦截和制空任务的第一把交椅。在近距离格斗中，幻影2000也绝非平庸之辈。由于采用了线传飞控系统和放宽镜稳定度设计，它拥有出色的瞬时转弯速率和机头指向能力。用行家的话说，它擅长半径格斗。一位印度退役王牌飞行员曾评价幻影2000的瞬时转弯速率是同级最佳，无机能敌。在低速状态下，幻影2000可以短时间内改变航向，抢占更好的作战位置。然而，这种设计也有一体两面的反差。幻影2000的持续转弯速率较差，这是所有三角翼飞机在转弯中产生高阻力的宿命。相比之下 ，F-16更擅长速率格斗，拥有更强的持续盘旋能力。另一个关键的差距是动力。幻影2000的 M53P2 发动机推重比仅为 6.5 左右，最大推力只有 95.1千牛。至于 F-16使用 F100 或者 F110 系列发动机相比，加速性能和爬升率明显落后。幻影2000的爬升率约为285米每秒，而 F-16能达到366米每秒，这使得幻影2000在垂直机动和需要快速反应的战场上确实要考验飞行员的能力。但判断一架战机的价值，最终要看实战表现。在这一点上，幻影2000的表现足够亮眼。1999年的印巴卡基尔冲突成为幻影2000的高光时刻。当时，印度空军最初动用米格27等攻击机，但在高原山地作战中受挫。当幻影2000被投入战场后，它就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彻底扭转了战局。在整个冲突期间，印度空军共出动超过1100架次，其中幻影2000贡献了一半的架次，执行了近250次对地打击任务。幻影2000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激光制导炸弹，成功摧毁了被地形遮蔽的对方指挥部，对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这次行动充分证明了幻影2000强大的对地精确打击能力，甚至当时比印度最先进的苏30 MKI 还要强。因为俄式战机在精准打击方面一向是薄弱环节。在空战方面，幻影2000也有过击落对手4代机的记录。1996年，一架希腊空军的幻影2000E/G就曾击落了一架土耳其的 F-16D。在近期的空中对峙中，幻影2005也曾成功锁定土耳其 F-16的机尾，迫使对方脱离。这说明在特定的空战场景和武器配置下，幻影2000仍具备强大的威慑力。面对机体老旧和零部件短缺的现实，幻影2000的使用国和制造商并没有完全放弃它，而是走上了一条专业化升级的道路。特别是在南亚，印度空军对幻影2000的依赖也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2011年，印度签署了对51架幻影2000H 进行升级的合同，预算高达20亿美元以上，计划升级到幻影2005标准。然而，由于发动机和其他零部件交付拖延，以及空军对其新整合系统的作战效率存在保留意见，这项计划推迟了近3年，到2021年升级工作仅完成了大约 50%。为了维持机队运转，印度空军甚至盯上了希腊空军退役的18架老旧幻影2005型战斗机。法国达索公司已不再生产幻影2000及其零部件。印度此举目标非常明确，即便买回来把飞机拆成零件，也能维护现役的50架幻影2000，让他们能运营到2035年左右。这种通过拆东墙补西墙来续命的做法，恰恰反映了老机队在供应链断裂下的无奈和战略焦虑。更有意思的是，在遥远的欧洲战场上，幻影2000也迎来了它的第二春。但这次任务的定位非常耐人寻味。法国国防部已经宣布，将在2025年第一季度向乌克兰提供一批幻影2005型战斗机。这批战机在交付前会进行现代化升级，特别是增强电子自卫设备，并集成新的空对地攻击能力。法国的意图很明显，利用幻影2000的高空高速特性，使其充当一个高效的防区外打击平台和后方防空屏障。它能挂载斯卡普 EG 空射巡航导弹以及 AASM 铁锤精确制导炸弹，特别是风暴之影导弹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不俗的战绩，成功袭击了地面目标和高级指挥设施。然而，专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幻影2000在欧洲战场的局限，它缺少了远程空对空导弹。虽然配备了米卡导弹，射程在60至80公里，但同期的 F-16能装备射程高达160公里的空对空导弹。
在空战中，幻影2000的雷达性能较差，武器配置也不足以支持激烈空战，因此它的最佳定位是后方防空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法国此举是典型的废物利用，法国空军的幻影 2000C 已于2022年退役，幻影 2005F 也计划在2030年开始逐步淘汰，将这些老机升级后捐赠出去，既能为乌克兰提供急需的打击能力，又能为法国的航空工业体系赢得口碑和影响力，同时避免老机体在国内占着机库资源。幻影2000的故事远不止于飞机的性能参数，它折射出的是一个深刻的战略困境。对于那些航空工业基础薄弱又希望维持一定独立作战能力的国家来说，采购幻影这类高精尖但又依赖单一来源的武器，无疑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是维护的黑洞，幻影2000的高昂维护成本和对原厂的绝对依赖，使得用户在面对零部件断供时几乎束手无策。这让战机不再是可靠的防空力量，而成了消耗国库资源的吞金兽。相比之下 F-16 这种全球保有量巨大的平台，其零部件和技术来源相对多元，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升级潜力。其次是代际的碾压，幻影2000的平台本身的局限性，比如气动布局和发动机推力不足，决定了它在面对新一代战机时无法通过简单的航电升级实现质的飞跃。有军事智库就建议，与其花费巨大财政投入维持老旧战机，不如将防空资源投入到地对空导弹部队，因为战机在未来高强度冲击中可能在战斗初期就被歼灭。最后，幻影2000的持续存在是对新一代战机部署速度和成本的无声控诉。即便是财大气粗的国家，要实现整个机队的代际跃升，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天文数字的投入。印度前王牌飞行员乔西的警告极为悲观，与其等待遥不可及的第5代战机，不如退而求其次，让这些虽然老旧但仍能使用的自带机通过打补丁的方式继续在天空中扮演角色。幻影2000这架优雅而昂贵的老贵族最终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它将带着一身的零部件补丁挣扎着飞向2030年代，还是会像一颗定时炸弹，在某个高强度冲突中以一次代价沉重的坠海事故为自己的时代画上句号？我们不得不思考，在全球军费预算普遍紧张的今天，当第5代战斗机 F-35单价仍高不可攀，第6代战机还只是一个概念时，这种老旧平台的打补丁续命策略是否会成为未来10年全球空军力量建设中最普遍也最无奈的战略选择？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